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我对这个 J-Cool J7 它的试驾体验非常有兴趣哦，因此我就跟 J-Cool Malaysia 借了这辆 J7 来试驾看看。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J-Cool Malaysia 借了我这辆 J7，让我可以长时间好好的深入体验一下它的试驾体验。当然，这辆车我也是从 KL 把它驾下来 JB 这边也在 JB 这边呢走了大概有100多公里。期间呢，我还把这辆 J7 开去油中原体验一下它的 Off-Road 的体验。毕竟官方讲这是一辆可以 Light Off-Road 的 SUV 嘛，怎么能少了这个油中原 Off-Road 之旅呢？所以今天我就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辆 J-Cool J7，我在这400多公里的行驶以来所体验到的这辆车的一些优缺点。所以对这辆 J7 有兴趣想要入手的朋友，一定要把今天视频看完哦，来看看我所分享的优点是否让你更加下定决心想要入手它，或者是呢我所分享的缺点让你下定决心想要放弃它。好了，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好，这个 J-Cool J7 的优缺点分享我们就先从这个外观开始讲起。首先外观来讲的话，这个 J7 的外观，我有问过其他有兴趣想要入手的买家，他们对这个 J7 的外观觉得非常的满意。但是在这个外观部分我有点不太喜欢的，就是它那个瀑布式的中网。这个来讲，我觉得跟这个体型有一点不大 match 啦。如果是说可以把这个 J7 的中网换成那个探索06中国版本那个探索06的中网，哇，我就觉得这个外观真的非常 perfect。再来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不要看这个 LED projector 灯小小一粒在这边这样子在晚上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亮到我都怀疑这个对面来的车照到它会不会想要跟我打架，真的是太亮了，真的不可以小看这个 LED projector 灯基本上这个 J-Cool J7 在这个外观部分，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怎样讲呢？我在第一次接触到这辆车，驾这辆车的时候，我一 reverse 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咕”一声的声音，我还以为我撞到什么东西结果定睛一看原来是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在收纳时候所发出的声音。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算是这个外观部分的一个小小缺点啦。好，讲完了这个外观的优缺点现在我们来到 Interior 的部分。首先就是这一个 J7 它的 Interior 的用料算是十足的，该给你软的它都是给到你软材质，加上这个设计看起来也非常的 Premium。但是有一点我不太喜欢的就是中间这个好像钢琴的设计的饰板，这一点我就觉得不太喜欢怎样讲嘞？你看左右的冷气出风口它都是 Piano Black 的嘛，来到这边直接好像有种断掉的感觉。如果是说今天是我的车子的话，我会把这个好像钢琴的这个饰板直接 wrap 成 Piano Black 这样子整个 design 就非常的一体化了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喜好啦。不过有一点值得称赞就是这个 J-Cool 它在这个 J7 里面做了很多可以放手机的地方，而且有些地方是你意想不到的。首先就是它前面有2个可以让你放手机的地方，一个是有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的嘛，在中间放水杯的中间有一个小缝隙，也是可以让你放手机。而且不止这样在这个 armrest 下面它有设计了一个放 tissue 的位置。我第一次有看到车子是有专门设计放 tissue 的位置这个 design 也确实蛮有新意的。但是如果是说今天你不想要放 tissue 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放手机的位置。在这边给这个 J-Cool 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是说可以的话，在这个放水杯的位置，这个中间位置放一个15瓦的 wireless charging board 那种站立式的 wireless charging board， 好像多大这样子哇，就真的是 perfect 了。一个50瓦的快充不够用，有2个就刚刚好。再来还有一个做到不错的地方就是这个 armrest 下面它有一个保冷功能，哇，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好我从 KL 出发的时候我有买了一瓶水，我把这瓶水呢放在 armrest 下面让它保冷。期间呢我有去上厕所让这辆车暴晒可是那个水我拿出来喝还是冷的哇，真的是意料不到嘞。这个保冷箱功能真的不可以小看它。现在我确实了解到为什么中国所推出的车一定要有大冰箱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在马来西亚也真的是非常实用，尤其是在这种大热天喝上一瓶凉凉的水，哇，那种感觉真的是心旷神怡讲到大热天今天我借的这辆这个 J-Cool J7 它是没有顶灯的，
所以啊，你有丁特的这个 J7 啊，真的是非常的热啊。如果是说你穿短裤的话，那太阳晒下来啊，哇，那个皮肤真的会烫啊。因此，一辆好的车一定要配好的顶灯。所以在这边我非常推荐你们啊，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广告。除了这个中间 armrest 下面这个大冰箱非常好用之外，还得提一点的就是这个椅子也是非常好坐。我从 KL 开车下来新山有3个多小时嘛，所以坐在这个椅子啊，我有感觉到不会有那种很累的感觉哦，整个坐起来非常的舒服，椅子非常的有支撑性，而且啊，加上这个椅子呢，它是有座椅通风的功能，哇，搭配这个大冰箱功能哦，哇，真的在这种大热天哦，真的是非常舒服。坐在一个有座椅通风的这个椅子，再喝上一杯冷冷的这个冷饮，哇，大热天非常的好享受。再就是我们开长途车嘛，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驾驶视野一定要在前方。如果是说啊，今天我们驾长途车，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话，突然前面 emergency brake 你没有看好，你来不及刹车，你就撞人家屁股了。所以这个 J Cool 啊，它在这辆车也做到非常好，就是它有放了这个抬头显示，在 meter 上面的所有基本资讯，它都会显示在这个抬头显示上面，像这个 ACC 跟车功能啊、时速功能啊、油量多少啊，它都会有显示在上面，而且你的跟车距离它也会显示在上面。再加上呢，它还可以显示 blind spot monitor， 因此平时你在驾车的时候，你要换道的时候，你就不用特地把你的 eyesight 转去这个 side mirror 那边去看那个 blind spot monitor 是否有没有车在你的死角，不用，你只要看 HUD 上面有没有亮起一个红灯在你的左右，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左右死角有没有藏着车辆啊。这样子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升我们在驾驶时候的一个方便性。除了这个 HUD 很好用之外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的，就是它这个大屏幕的主机以及它的 middle。首先就是这个大屏幕主机啊，它的显示非常的清晰，整个用起来非常的简单，容易使用。加上这个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连接也非常容易，基本上开车的时候直接 start 车，你的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就直接会连接上去啊。整体用下来，我觉得是非常不错、非常简单的。但是我有发现到一点，就是啊，这个大屏幕主机哦，如果是说我们开 radio 的话，有些频道它会断断续续，有些频道又不会哦。这个是我有 test 到的啦，好像我开到什么998还是988，我听到那个声音哦，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它是很清晰，突然断掉，很清晰断掉。我有发现到这样子的问题啦，不懂是不是那个天线问题还是接收问题？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可能 J Cool 之后可以做一个优化啦。再来是这个 meter 啊，它也是非常高清的，整个的 resolution 真的非常的好看，它的色彩也非常的鲜明。基本上我觉得这个 meter 算是我看得懂了啦，不会让我有很复杂的感觉。因为再复杂的 meter 我都看过了，真的是比这辆车还来得复杂。但是这个 meter 我也发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不懂是这个 meter 的问题，还是那个 fuel pump 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油量显示有一点奇怪。我在 KL 出发的时候，我打满油，这个油量显示我可以走700多公里。但是我在 JB 打油的时候，我也是打满哦，结果显示的是我只可以走500多公里。好，观众朋友，关于这个 J Cool J7 在打满缸的时候，这个油表显示忽高忽低问题，我也有咨询了这个 J Cool 的 SA 啦。这个 J Cool 的 SA 跟我讲啊，其实这个 J7 里面呢，它的 ECU 啊，它会通过你之前的驾驶速度还有油耗表现，计算出你下一次满缸的时候可以拿到的续航表现。也就是说呢，像我住在 JB 区嘛 ，JB 区红青灯多，低速行驶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啊，这个车子的这个油耗表现呢，就会没有这么理想。因此啊，这个 J7 在打满缸的时候拿到的数据大概是落在500多公里。那如果是说你是住在 KL 区的 ，KL 区大多数都是高速公路比较多嘛，可能有40% 大概是在打满路段嘛，所以平常驾驶的速度大概是落在80、90。因此，这个 J7 在打满缸的时候可以拿到的这个续航大概为700多公里。至于那天我也把这个 J7 从新山驾回去 KL， 准备还给 J Cool Malaysia 嘛。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的速度大概是落在130、140，非常的匀速行驶。然后在 KL 的时候我也打满缸了嘛，打满缸的时候可以拿到的数据大概是800多公里。因此啊，这个 J Cool J7 打满缸的时候，这个油表忽高忽低的问题，不是 fuel pump 还是 meter 的问题啦，只是说这个 J Cool J7 它会帮你计算，以你的驾驶方式还有你的油耗表现来给出你一个数据作为参考。除了这些硬体的东西之外，这辆车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的好，也就是它的隔音表现。
我从 JB 去到 KL 拿这辆车的时候，我驾着我的86上去拿的嘛。86大家都懂啊，引擎噪音大，风噪大，胎噪大，基本上你从 JB 驾上去 KL 都是朝着上去的。但是我从 KL 把这辆 J7 驾下来的时候啊，哇，有一种从地狱去到天堂的感觉。完全这辆车非常的安静，即使是我跑到170、180啊，哇，完全听不到有太多的那种风噪声，有的话呢就是胎噪声加上这个引擎的噪音，那引擎噪音也不会讲很大声会有一点点，毕竟你跑到170、180了嘛，那个引擎声音多少都会要有的。再加上呢，它这个 Sony speaker 这个 Sony speaker 不是挂名罢了嘞，声音非常干净，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噪音。再加上呢，它的 bass 非常的爽。坐在我身边的家里人一听到这个 Sony 所播放的这个音响，哇，有一种立刻冲动想要刷卡把它买下来的感觉。他觉得这个声音，这个 Sony speaker 所播放的音乐，他非常的喜欢。因此买这辆车来讲的话呢，你在音响部分也不用做任何的大改。Nice。好，听完了我讲这辆 J7 的 Interior 一堆的优点过后，你是不是有想要掏钱包立刻刷卡把这辆车买下来的那种冲动感呢？现在我来跟你们讲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的缺点。首先就是这辆 J7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实体冷气控制按钮，它的冷气控制呢，你是需要通过大屏幕来进行控制的。而且如果是说你今天连接上这个 Apple CarPlay 或者是 Android Auto 的话，这个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界面会顶到这个冷气控制，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拉上来，你才可以控制到你要的温度或者是风量。这一点来讲，一边驾车一边操作，我觉得是非常的不自觉的啦。然后可能有人会讲，这样子的话，你不会用这个语音控制吗？这个语音控制它对你的有些指令，它 OK它可以很实际的操作，好像开窗开天窗它 OK但是调节冷度它完完全全好像缩掉这样子它一直会讲，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懂在说什么，这个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了。Hello. Reduce aircon temperature to 18. Okay. 所以我怀疑它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人，知道你在拍它，他就跟你防身正常。平常没有加 cam 的时候他在到里面加 cam 的时候他就跟你刷一下。除了没有这个实体的冷气控制按钮之外这辆车呢，在驾驶方面呢有一个小缺陷。我在 KL 驾驶的时候，我就以这样子的姿势来驾驶嘛，但是我有发现到这个 steering 这个部分这个横幅的部分呢，它会挡到这个 wiper 档的显示。讲嘞。好，观众朋友，我已经把这个 camera set 在我的驾驶的视野上面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现在这个 steering 这个横幅位置就是挡到了这个 wiper 的排挡杆的所有的 symbol。如果说今天我第一次驾这辆车的话，我完全不知道上面的 symbol 是如何。我要开 timer 都好，我要开这个喷水都好，我都看不到任何的 symbol。我需要把我的头往前，我才可以看到所有的 symbol， 才可以做调整。所以希望下一次这个 wiper 的排挡杆可以优化一点做上一点就更加的完美了。除了这个前座的 control panel 有一些小小缺点之外我还发现到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也就是它的 Dare Direct Hold。通常我们 Dare Direct Hold 都是坐在这个 handle 的下面的嘛，可是这个 J7 的却坐在这个中间逼了这边这个 Dare Direct Hold 我真的想不到它有些什么作用。拿来挂大衣又卡着，挂碟的话，碟洒到这个逼勒上面，这个逼勒是白色的，然后就很难清理，搞不好还会洒在你身上。还是观众朋友，你们有把这个 Dare Direct Hold 挂了些什么东西？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栏留言一起讨论看看我真的想不到这个 Dare Direct Hold 它的作用点在哪里啦。再就是这辆车的尾箱空间容量嘛，我也觉得还好而已啦。我也试过放一个大型的行李箱，加上2个20寸的行李箱下去，就基本上是满了的啦。然后可能有些买家会讲，我有打 golf 的习惯，我长期需要把这个 golf bag 放在我的车里面。OK， 可以看到我把这个 golf bag 里面最长的这个杆放在这边啦。可以看到这个杆呢，算是可以勉强的进到这个尾箱里面，但是要考虑到golf bag 它是有底座的，它都会比这个杆来得长。因此，如果要把这个 golf bag 长期放在这个尾箱里面，我觉得是有一点麻烦当然，如果是说今天你的车子是你自己一个人驾，没有载其他人的话，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第2排的椅子放倒，
这样子你的 golf bag 呢就可以直直的插进去。不过这样子做的话呢，我觉得不太好看啊，因为你需要做一点牺牲，你才可以得到这个尾箱空间。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你们需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好，讲完了这辆 J7 在 Interior 跟 Exterior 部分的一些优缺点啊，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驾驶上面的一些优缺点。首先就是这辆车它的 engine 是配备了这个 1.6 Turbo 加上 7DCT 的这个动力配置嘛。以加速感来讲，起步加速感来讲，我觉得是有利的，但是就少了一点贴背感。当然，我也有做了这个0到100以及100到0的测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到100跟100到0的测试，这辆车它的表现如何？好，现在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J-Cool J7 0到100、100到0的测试。然后这一次测试呢，我不会测试 Normal 模式跟 Eco 模式，我们直接上 Sport 模式。Sport mode. 好 ，J-Cool J7 0到100、100到0测试，3、2、1，走你！100。OK， 看完了这个 J7 它0到100以及100到0的测试，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它的表现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栏分享，让我知道。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这辆车它的刹车脚感确实相当到位，不会有那种踩下去软软的感觉。再就是它这个 7DCT 的变速箱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聪明。讲讲呢，因为一个牙箱它的构造是死的，但是调教还是得看工程师去如何调教那个牙箱。所以这一个牙箱的这个丢令哇，丢令到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它整个的换挡非常的激进，它不会让你有很像延迟的感觉。基本上你想要它升档的时候，它就会跟你升档；你想要它退档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帮你退档。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它是做到不错的地方啦。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maybe 可能是这个 7DCT 它有一个保护机制当你有一定的速度重脚踩油门的时候，它会有一点 lag。这一点来讲，我不懂是 turbo lag 还是这个 7DCT 的这个保护因为这个 lag 来讲我也不是第一次在这个 J7 上面体验到了。像之前我有体验过那个 Tiggo 8 Pro 嘛，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很大的可能性是为了保护这个压箱，不要一直过度的去 engage， 所以就用这个 lag 来让它有一个保护啦。但是是不是如我所想的这样子？这一点来讲，就看有没有机会，我再跟这个 J-Cool 的工程师聊一下啦。除了这个加速表现之外来提一下这辆车的 suspension。哇，这辆车的 suspension 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支撑性。尤其是在 highway 跑快的时候完完全全是定着的，不会有那种浮浮沉沉的感觉当然，那种 SUV 的摇晃感还是有的啦，毕竟这是一辆 SUV 嘛，不是那种 sedan 车嘛但是话说回来我载着我的家里人上去 KL 的时候，驾着我的86，他讲坐我的86很晕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看电话，看电话的时候哇头晕可是呢，他坐 J7 从 KL 下来新山的时候，他看了2个小时的电话，完完全全没有晕。他讲不会嘞，即使你跑快，你跑170、180的时候，他完全感觉不到我跑170、180，他觉得这辆车真的是太定了。所以这辆车完美解决了有晕车问题的人。OK， 讲完了这个驾驶上面的优点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辆车的驾驶上面的一些小小缺点。首先就是它的油耗表现这辆车的油耗表现呢就没有达到我预期所想的那种油耗表现当然这辆车嘛 1.6 Turbo，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跟一些好像 Vios 采用这种 1.5 NA 的车子来比它的油耗表现。毕竟你要马儿跑得快，你也不可能不要它吃草嘛，是不是？所以只能说它这个油耗表现算是一般。再来是我也发现到这辆车它在60 km 的时候就会提醒你要打油了，已经是 low fuel 了。打满的话呢，价钱大概是110块钱，因为这辆车它的 tank 是50多个里的，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这个油耗表现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啦。刚刚我们也提到 suspension 非常有支撑性嘛，但是支撑性带来一个小缺点，也就是在过黄色减速带的时候会比较跳这辆车我扁的，你要有支撑性，你又要可以去 off road， 所以避震相对来讲一定通常都会比较硬的。所以当遇到这种减速带的时候，没办法，你难免需要一点牺牲。当然，如果是说你又要有舒适性，又要有支撑性，我建议你不要拿这个 J7， 直接去拿 C9， 因为 C9 呢它有 CDC 调整的 suspension，
那个就比较适合你。OK， 观众朋友，基本上就今天这辆 J-Cool J7，我在这400多公里的试驾体验上面所发现到的一些优缺点了啦。不知道今天分享的优缺点有没有说到你们心坎里面呢？我所分享的优点有没有让你有一股冲动，想要跟这个 SA 即刻下定这个 J7， 或者是我所分享的缺点，让你们有一股退火的冲动，想要退掉这个 J7， 然后预定我们的 C9 呢？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maybe 可能有些什么优缺点我没有提到的话呢，也欢迎观众朋友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一起讨论嘛。好了，基本上呢就今天的内容了啦，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